大家好，我是印尼闲人，一个长居印尼的外国人。闲人虽然家住东爪哇的泗水，但是闲人经常往来于中爪哇三宝龙和东爪哇的泗水之间。在闲人之前的影片中，闲人鲜有介绍印尼的街头美食，那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闲人自己确实很少去吃印尼的街头料理。对于闲人来说，印尼的街头料理不但大多数都不干净，而且也很少有美味的。除了价格便宜之外，大多数的印尼街头料理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但是在闲人今天的影片中，闲人要向大家推荐闲人尝试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间还不错的印尼街头料理。那闲人首先要推荐的第一家印尼街头料理店是位于三宝龙城南的 Warung Bu Hardi。 严格意义上来说， Warung Bu Hardi 并不算是一家街头料理店，因为它是开设在固定的建筑物里面。但是因为 Warung Bu Hardi 售卖的食物 Nasi Lames 确实是非常街头的印尼料理，所以闲人也把它放到今天的这集影片中来。Nasi Lames 和闲人频道中最热门的影片所介绍的 Nasi Campur 其实是同一种餐食，也就是印尼什锦饭。闲人之前也有介绍过 Nasi Campur 的配方在不同的餐厅也有所不同。那今天闲人在Warung Bu Hardi所品尝的这种什锦饭，在中爪哇地区是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的。打底的主食只是普通的白米饭，客人可以根据店家当天所提供的菜肴来自由搭配自己想要的什锦饭。当然，可选择的菜肴都是常见的爪哇家常菜，譬如咖喱鸡、黑芝墨鱼、炸豆腐等。Warung Bu Hardi 的价格也是相当的亲民，闲人这次的餐费只有35千印尼盾而已。品尝完Warung Bu Hardi 的印尼什锦饭之后，闲人回到了闲人在三宝龙城所住的饭店。在饭店的楼下有很多街头料理，天黑之后都开始出摊营业。闲人曾经在这里尝试过Nasi Gandu，但是味道和三宝龙知名的Nasi Gandu Pak Mehmet相去甚远。但对于非常喜欢吃Nasi Gandu的闲人来说，即使口味差强人意，但只要是遇到了Nasi Gandu，就一定要再试一下。Nasi Gandu 就是印尼牛杂饭，源于中爪哇的巴堤县，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为了抗税和罢免县长而示威游行闹得很凶的那个县。中爪哇的东北部，也就是靠近或和东爪哇接壤的那几个县，民风相对彪悍，其中的典型就是巴堤县。巴堤县以治安败坏和犯罪组织猖獗而闻名于爪哇，同时闻名的就是巴堤县的美食Nasi Gandu 牛杂饭。Nasi Gandu 牛杂饭看起来烹饪的工艺并不复杂，只是把牛碎肉、牛舌、牛心、牛肠之类的食材用卤汁煮一下而已。客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点什么部位的牛杂，然后搭配泡在清甜汤汁里的米饭一起吃，相当的美味。但是看似简单的烹饪方式，却使得牛杂没有一点点的腥味，口味软糯香甜。说到香甜的口味，那闲人必须介绍一种印尼的甜食 Leger。Leger 原本是荷兰语，意思是美味。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印尼人普遍喜爱的美食。制作方法也并不复杂，把混合了鸡蛋和牛奶的面糊摊成薄饼，并煎至金黄酥脆。根据客人的喜好加入内馅，譬如巧克力酱、芝士、纽黛拉等，大多数都是甜的。闲人今天在三宝龙城的这家 Leger 店里点的是纽黛拉混合芝士的口味，
即便这家店的烹饪手艺真的是非常的差强人意，但是 Le Girl 这种街头小食基本上怎么做都美味。那现在闲人面前的烟熏火燎的场面，是在制作印尼的经典街头美食沙爹。沙爹烤串这种印尼街头美食，主要是以鸡肉和羊肉为食材。但是今天闲人来光顾的这家位于萨拉蒂卡城里的沙爹烤串店，主打的是牛肉沙爹。因为牛肉肉质相对较硬，脂肪含量也较少，所以烤制牛肉沙爹相对比较困难。但是萨拉蒂卡城里的这家街头小店，把牛油和牛肉相间的串在一起，使得烤好后的牛肉沙爹因为浸润了融化后的牛油而变得一点都不干柴。配上清香解腻的隆冬米糕和醇厚的花生酱一起吃，在闲人看来，这家牛肉沙爹绝对应该是萨拉蒂卡城排名第一的街头美食。那在本集影片的最后，闲人推荐的是萨拉蒂卡城里的传奇烤鸡店 Rumah Makan Buwadi。这家专营印尼烤鸡和印尼炸鸡的小店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对于闲人来说，并不是非常喜欢这家店甜腻的口味。闲人推荐这家店的主要原因是这家小店烹饪印尼烤鸡的方式非常的街头料理化，店里的鸡肉都是煮熟准备好的，在客人点餐后，店家快速的把鸡肉往酱料里浸泡一下，然后在炭火上烤干，现场烹饪时间总共都不会超过5分钟，深得街头料理快速上餐的精髓。那闲人今天的影片就暂时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